郑成功赶走荷兰人是我们熟知的故事，但你知道吗？郑成功其实赶走的是一间公司，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，简称 VOC。但你说它是国家也可以，它在海外拥有类似国家的权利，包含发动战争、囚禁犯人、签订条约、发行自己的货币与建立殖民地。今天我们就要聊聊这间公司到底有多猛。17世纪初，荷兰人一方面以尼德兰7省共和国的名义，正在与西班牙打独立战争。另一方面，也紧锣密鼓地发展国际贸易发大财，但参与独立战争的几个省都是相互独立运作，各自派船前往亚洲。这时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当时到亚洲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初期荷兰人出去的船舰有1/10有去无回，有2/3的船员也因为坏血病或是意外丧生，可以说是风险极大。一些只有1到2艘船的小公司，如果经历一次航海失败，公司就会破产。但是杀头生意有人做，香料贸易带来的是400%的利润，可说是让人又爱又恨。此时，荷兰的竞争对手西班牙、葡萄牙与英国都在建立自己的贸易帝国，且他们都是以国家的名义，用国家的力量与资金发展。荷兰这些中小企业了解到，只有团结上下整合，才能走出自己的路。于是，这些小公司团结起来，成立一间大公司，不但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分摊风险，还可以避免相互竞争，进而达到赚钱的目的。就这样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成立了。不过开公司总要钱吧？荷兰人的对手可是西班牙、英国这种航海强国，没钱怎么玩呢？于是荷兰人又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发行股票，让荷兰市民去认购公司股份。这下可好了，公司靠股票筹到了钱，市民靠股票也分到一杯羹，这就是现在股票的由来。如果你当时买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股票，那么你与你的后人在往后200年的日子里应该过得不错。根据可查记录，每年公司的分红达40%左右。运作方面，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的权利，也就是说，公司在第一时间可以做出决策。比起凡事都要请示国王的西普两国，来得灵活有效率。当时可没有赖还是微信啊，传送讯息常常来回1个半月的，战机都贻误了。加上船只性能与军队战力又优于这2个国家，于是，在17世纪的亚洲海域，几乎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天下。他们的贸易模式就是从巴达维亚出发的船只，到亚洲各地做区域交易，如日本的银、中国茶叶、瓷器、印度与孟加拉的丝绸、棉花、东南亚的香料来个大交换，从中赚取暴利。整个17世纪，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各地，如波斯、孟加拉、马六甲、暹罗、台湾、印度西岸与广州，建立根据地与贸易站，简直在亚洲呼风唤雨。虽然1662年发生了点小插曲，台湾被我们国姓也给收回去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它仍然是当时甚至有史以来最拉风的公司。这家公司一共存在了200年左右，这200年中，向海外派出了1772艘船，约送100万人次的欧洲人，搭乘接近5000航次的船班前往亚洲。在1669年，公司达到了巅峰，拥有150艘商船、40艘战舰、5万名员工与1万名私人军队。不过，因为荷兰本身是海权国家，人口很少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外籍员工比例相当高，简直成了各国乳蛇、肥宅与失业者的聚集地。17世纪中叶，约有65%士兵与35%的船员是外国人，除了雇佣欧洲各国乳蛇外，也大量雇佣亚洲人。公司市值在1637年换算成现在的币值达7.9万亿美金，这个我已经无法转换成台币了，你可以算一下台币后面有几个零。现在世界上市值最大的公司，微软与苹果大概都它的1/10而已。另一方面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强调只做商人的买卖，玩金钱游戏那个太 low 了。金钱与发财的话题，我们就先告一段落。我们荷兰人是很 noble 的。公司在发财的同时，也带来先进的欧洲科技与人文思想，像是工业技术与科学革命的成果，帮亚洲这些土包子点科技术。这在日本称呼为蓝学。而跟随公司一起到亚洲各地的还有传教士，这些传教士除了传教的使命外，也会带来新的技术给当地的居民，也可以称为蓝教。不过最厉害是台湾的荷兰传教士，教导原住民使用罗马拼音，拼写出自己的语言，也就是新港文。直到1813年，都还可以看到用新港文写的契约，而那时荷兰人已经离开台湾150年了，可见这蓝教影响之大。但到了1730年，因为亚洲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变化，还有来自其他新兴殖民地的竞争，公司开始逐渐走下坡。像是来自巴西的糖比起印尼的糖来的有竞争力，让公司不再那么赚钱。
另一个问题是缺乏人力，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几乎都是外派到非洲与亚洲各地，恶劣的生活环境造成员工的死亡率相当高。但这些都还不是主要的问题，压倒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2大原因。1784年，第4次英荷战争爆发，此时英国海军已经脱胎换骨，而荷兰常年军备废弛，一来一往，直接把荷兰打趴，从此失去英国竞争的力量。最终在1794年，法兰西共和国建立，法国人以解放者之姿占领荷兰，就在内忧外患下，曾经叱咤风云200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99年解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eep， 看一下这什么东西？100万订阅啊，10万订阅了，10万订阅，这不知道一个里程碑而已，收到也没什么感觉，好不好？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新的计划？现在什么计划？没有什么新计划。接下来30万订阅，30万，你觉得多久后会达到？1年内，好不好？有点目标讲小，目标讲小一点，不会被嘲笑。嘲笑人家的梦想是不到我的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嘲笑过人家的梦想过？小时候人家当总统，你在那说，哎，那么丑，没有，绝对没有这种想法。就是那女性观众觉得要占多少？女性观众占个5%就好了。不用啦，我们不要讲那么色情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观众都是男的，怎么都没差。那你接下来有没有想要跟哪个YouTuber？没有，我的独行侠，你知道吗？独行侠跟韩国应该可以吧？来，对，找到韩国有一起发大财。什么阿弟啊，馆长啊，看不起他们，我怕被馆长扭断脖子。这样。其实我自己在上健身房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我自己在上健身房。有你的脸我看出来啊，脸有肌肉。我买很多漂亮的，真假的？真的啊，教练证嘛，还可以的。好了，我们不要闲聊，我怕聊太久，人家聊不完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